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简报。今天是2023年3月28日，在中国简报，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最新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新闻，以及独家专家分析。如果您觉得我们的内容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这是今天的独家见解。浙江山区逃难与绿林好汉。浙江大部分山区交通非常不便，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人打过来浙江是被沦陷的，但虽然是沦陷，很多地方因为交通不便，日本人一直到抗战结束以后也没有进去。浙江匪患历史上就比较严重，有一个县志上介绍为什么成立县，是因为这个地方土匪太多了，成立县主要是为了剿匪。大家都知道明朝倭寇很厉害，打倭寇的戚家军也厉害，其实倭寇主要就是浙江沿海的那些渔民，打倭寇的戚家军也主要是浙江人，主要是义乌人，戚家军又称为义乌兵，被打的都是浙江人。中国2000年的历史，美国100还不到200年，就有一次大的灾难，劫难、匪患、兵患、天灾人祸，导致人口减少50%甚至更多。有的朝代，如太平军时代，在浙江中部，死亡人数达到60%至70%。在这种历史上长期劫难的情况之下，浙江的山区就成了逃难的地方。我的同学，他们家祖先就是太平军，太平军失败以后，跑到浙江和安徽交界的山区里。太平天国的最后的一个主要部队，最后的一个军事组织就是在浙江的中部。共产党的最会打仗的粟裕部队一直在浙江山区活动。浙江山区历史上隐藏了许多的绿林好汉，所以民风比较强悍，好勇斗狠，官弱民强。哪怕是在毛时代，控制很严格，但是每一年许多县都会出现械斗死人的事件，上游下游为用水出现纠纷，敲锣打鼓，整个村就和另外一个村干，民风非常强悍。我们大家都知道杨乃武小白菜，清朝10大冤案，那就是浙江人受了冤屈他不肯，一定要不屈不挠去告状，死不认账，最后把这个案子翻过来。浙江人、江西人喜欢打官司，以至于清朝有一个时期专门规定，这里的人去北京上访被限制，民间纠纷北京不管，实在管不过来。浙江人、浙江经济系列之4。本文作者野风，浙江研究学者。阿里巴巴分拆为6个部门，计划在大改革后进行新的 IPO。彭博社。阿里巴巴公司将其价值2200亿美元的企业分成6个主要部门，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首席执行官，并计划为每个部门探索首次公开募股。这是自20多年前成立以来中国电子商务公司最大的改革。这一举措对于中国主要科技公司来说是罕见的，通常这些公司将大部分业务集中在一起，但这是阿里巴巴准备利用投资者和公共市场的信号。此前由于习近平政府对互联网领域的打压，阿里巴巴损失了5000多亿美元的价值。尽管创建了6个业务线，阿里巴巴周二重申了其削减成本以支撑盈利的承诺。中国增加对挣扎的一带一路借款人的贷款。华尔街日报。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过去10年，中国通过新贷款、旧贷款展期以及与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互换协议，向外国政府和中央银行提供了超过2300亿美元的紧急支持。近年来，随着中低收入国家债务问题的恶化，这种被研究人员称为一带一路救助的援助稳步增长。中国对借款人的紧急支持在2021年达到400亿美元，比2020年增长32%，是2011年提供的类似援助金额的40多倍。新研究警告说，中国愿意向陷入困境的借款人提供更多贷款，可能会延长他们的困难需要痛苦的经济变革。对于芯片制造商来说，美国和中国之间的选择迫在眉睫。华尔街日报。如果半导体公司根据芯片法寻求联邦拨款，他们可能不得不在美国扩张或保留在中国扩张的能力之间做出选择。拜登政府提出了新规定，限制芯片公司在接受纳税人资助的情况下，在中国和其他相关国家开展业务。这些被称为中国护栏的限制比预期的要严格，特别是对于在中国有重要业务的东亚公司而言。三星、SK 海力士和台积电都在这些公司之列。拟议的规则涵盖10年期限，允许公司调整其在中国的长期战略。中国城市深陷债务泥潭，但基建仍继续。纽约时报。中国积极推动经济增长，导致地方政府承担更多债务，尽管许多地方政府已经陷入财政混乱。许多城市正在削减公共服务和福利，因为他们正在努力为新的基础设施项目和旧债务的服务利息寻找资金。例如，20多个城镇因地方政府未能提供运营资金而关闭公交服务，而武汉等城市则削减医保。其他人则削减了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和支持、冬季天然气取暖补贴以及养老金。在清零政策、
企业缴纳的税款减少，以及房地产开发商不愿购买土地的影响下，中国地方政府的麻烦越来越大。几十年来，他们似乎拥有无限的资源来兴建机场、道路和工业园区，其中许多是通过出售土地筹集资金的。但现在房地产销售收入减少导致收入不足，随着大流行的继续，预计今年土地销售将进一步下降。尽管如此，官方媒体上充斥着关于全新项目的报道，但政府却没有资金支持这些项目。中国的政治体制也加剧了这一问题，地方政府以牺牲财力和人力为代价来追求短期目标。当地领导人对基础设施项目很感兴趣，因为他们的经济回报虽然微乎其微，但却是立竿见影的，人们得到了建筑工作，公司得到了建筑合同。例如，新的高速铁路和城市美化项目可以被视为提高该地区感知质量的虚荣项目，而交通和福利等基本服务却萎靡不振。中国的财政状况越来越脆弱，许多官员担心中国可能会遭受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因为他们增加了债务并加倍依赖同样的就增长论调。部长表示，新西兰愿意与 AUKUS 进行非核谈判。彭博社，新西兰正在考虑参与 AUKUS 安全伙伴关系的第二支柱，其中包括量子计算和其他技术共享。尽管该国奉行无核政策，并且此前曾表示无意成为该条约的正式成员，但情况仍然如此。国防部长安德鲁·利特尔表示，新西兰有机会讨论参与 AUKUS 的这一方面，并愿意对其进行探索。然而，总理克里斯·希普金斯表示，该国不会参与 AUKUS 的核潜艇方面。长安、奇瑞、东风汽车加入特斯拉中国价格战。财新，中国的汽车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正在因一场激烈的价格战而动摇。这场价格战使电动汽车 EV 制造商与生产化石燃料汽车的制造商展开较量。中国整体汽车销量放缓，预计将连续第2年收缩，导致特斯拉、小鹏汽车、蔚来汽车和大众汽车等公司纷纷推出折扣和补贴。这些公司都希望在市场上占据更大份额市场。中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提供补贴和折扣来鼓励更多的电动汽车采用，但是随着政府寻求使该行业更加自力更生，同时也打击计划中的作弊者，多年来这些已经被削减。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在中国销售价值超过30万元人民币，42637美元的汽车，去年成为第一家在中国独自拥有工厂的外国汽车制造商，以降低其产品的运输成本和关税。中国汽车市场竞争激烈，中国汽车制造商因行业深度低迷而难以生存。去年，随着经济在与美国的贸易战中降温，汽车需求放缓，而网约车服务的增长也抑制了私人销售量。中国乘联会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国内乘用车销量下降 10.3% 至2144万辆，连续第2年下降。从阿里巴巴到腾讯，我们从中国的科技收益中看到了什么？彭博社，中国3大科技公司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的2022年第4季度盈利均高于分析师预期，因广告业复苏，导致股价自报告发布以来大幅上涨。联想在财报公布后领涨中国科技股结果。然而，阿里巴巴的含糊指引令投资者失望，而美团尽管销售额飙升，但交易员关注其利润率较低的前景，股价仍下跌。恒生科技指数成分股平均上涨 4%。根据彭博社的数据，在19家公布销售业绩的恒生科技公司中，有8家业绩好于预期，7家收入在线，4家低于预期。随着来自 COVID-19 限制措施的公众压力减轻，以及北京放松监管阻力，重新评估估值的可能性更大。摩根大通分析师 Alex 预计，由于北京的促增长政策和美国存托凭证退市风险下降，该行业的估值将会增加。投资者持谨慎乐观态度，关键的技术收入支柱已经成熟，并且仍有充足的机会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增长。美国监管机构起诉加密货币巨头 Binance 首席执行官赵长鹏。数据中心，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FTC 对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Binance 及其首席执行官赵长鹏等人提出申诉，指控他们经营一家未注册的交易所，并故意未能建立足够的反洗钱和其他合规协议。该案称，币安及其关联公司提供一系列金融产品，例如加密货币期货和期权，以赚取可观的利润，同时故意蔑视美国的反洗钱、反欺诈和更广泛的合规法律。在回应 CFTC 在 Twitter 上的说法时，赵辩称其中包含对事实的不完整陈述。这是继多次搬迁币安总部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第2次指控赵误导监管机构。此案标志着全球监管机构对全球加密货币交易所和经纪人发起的最新一轮打击。然而，币安并不是最近唯一一家收到监管警告的加密货币公司。
数字货币交易所 BitMEX 的英国子公司是 Binance 的同行，在发现该公司违反洗钱规定后，其交易业务失去了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 FCA 的批准。同时，规模较小的美国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Gate.io 已被列入安大略证监会未注册产品名单。据报道，尽管如此，其移动应用程序仍可在 Android 和 iOS 上下载。这种监管干预是改善加密货币监管和保护被狂热的资产价格投机所吸引的天真的投资者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香港将为中国 1.35 万亿美元的财富基金聘请全球顾问。南华早报，中国国有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CIC 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在香港主办其国际顾问委员会会议，这是该集团成立14年来首次在中国大陆以外举行会议前。预计该委员会将在活动期间分享对地缘政治和宏观经济主题的见解，并分析全球市场状况。此次峰会得到港澳事务办公室的支持，预计官员将提供必要的帮助，包括与其他部委联络。中投公司还计划在香港举办全球投资论坛，预计将吸引投资银行家和资产管理公司。美国和日本就电池矿物达成协议。纽约时报，美国和日本已就用于制造汽车电池的矿物供应达成协议。预计这项协议将解决两国关系中的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并可能成为解决与其他贸易伙伴的类似争端的典范。该协议的范围可能有限，但拜登政府将其作为新框架的开端进行了宣传。美国和日本希望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建立更深层次的关系，为不严重依赖中国的电动汽车开发更稳定的供应链。拜登政府认为，中国在全球汽车电池行业的主导地位，包括制造电池所需矿物的加工，使美国非常脆弱。该协议的重点是推动电动汽车关键矿物的劳工和环境标准，对资源的有效使用负责，审查外国实体对该部门的投资以及其他承诺。然而，根据拜登政府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案，一些盟友被排除在其利益之外，导致分歧。预计美国财政部将发布一项拟议规则，澄清该法律的规定。这些规定为北美制造的电动汽车提供税收优惠，或者从美国或与美国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采购电池材料。此举将平息与日本的分歧，并努力巩固与欧盟盟友的关系。欧盟盟友声称该立法将对他们的公司不利，并吸引投资离开他们。习近平的权力和他的执行官一书全面分析了习近平的权力结构，深入研究了他如何巩固对中国共产党、军队和经济的控制，并探讨了他所实施的制度性变革。本书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人事安排，重点关注了在中国拥有最大权力和最重要职位的26个人，为读者提供了对中国未来高层政治方向的清晰理解。该书可在亚马逊上以 Kindle 电子书和平装书的形式购买，并提供多种语言版本。购买该书中文版的链接是 https://mzn.to/3glzl 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分析和政策简报。我们的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关键信息，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我们的使命是根据您感兴趣的特定领域，提供易于访问且具有重要价值的信息。我们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发展的重要性，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访问我们的网站，加入对话，并随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和发展。https://6.world